我从梦里惊醒时是凌晨2点37分，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亮着，一条陌生的通知格外刺眼：你已被邀请加入末日生存互助群。我皱了皱眉，只当是谁半夜的恶作剧，顺手点进去准备退群，却发现群公告已经被置顶。群公告：一，请在今晚23点59分前储备至少3天食物和饮用水；二，不要告诉任何人本群的存在；三，不要尝试退群；四，违反规则者自行承担后果。看完这几行字，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什么无聊的剧本杀设定？我点开成员列表扫了一眼，晴天、老周、小鱼、阿杰、红姐、医生，还有一个头像全黑的管理员，怎么看都像是个恶搞群。我正准备直接退出，却发现屏幕突然弹出提示，本群已开启强制模式，无法退群。我愣住了，强制模式，这是什么鬼功能？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群里已经有人说话了。你们也是莫名其妙被拉进来的吗？是啊，我刚收车回家就收到邀请。我还以为是谁建的团购群呢。阿杰发了个大笑表情。都2026年了，还玩这种末日设定，不觉得幼稚吗？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显然都没把这个群当回事。可我却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细节，这个群的建立时间显示的是3年前，3年前的群却没有任何历史聊天记录，这不太正常。我刚准备在群里问一句，手机忽然又震动了一下，管理员发布新公告，倒计时开始，距离规则生效21小时22分。几乎就在同时，一条本地新闻推送跳了出来，本市多家超市突发停电，原因不明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不会这么巧吧？我下意识起床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往外看，对面小区的路灯忽明忽暗，远处隐约传来几声急促的警笛声，一切都显得莫名压抑。群里这时又热闹起来。我这边的便利店刚刚突然断电了，我车上的导航也全黑屏。我们学校宿舍楼停网了，好奇怪。气氛一点点变得不对劲，只有阿杰还在嘴硬。别自己吓自己行吗？明显就是巧合。我盯着那条群公告，心里却越来越不安。如果只是恶作剧，为什么要强调不要告诉任何人？又为什么时间会卡得这么准？犹豫了很久，我还是穿上外套出了门。凌晨3点的街道本该冷清，可超市门口却已经排起了长队，很多人都在抢购矿泉水、冲锋液，坐在大巴上。人群里有人抱怨：怎么突然开始限购了？听到这句话时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一切好像正在一点点验证群里的那条规则。我的手机再次震动，管理员第一条规则已发布，请严格遵守，活下去是你们唯一的目标。我盯着屏幕，手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始出汗。也许这根本不是什么恶作剧，而是真正的末世预告。天刚亮，我就被手机声音吵醒，群里已经炸开了锅。你们看新闻了吗？好几个城市都停电了。我这边加油站系统瘫痪，连油都加不了。我小区超市的水已经被抢空了。我盯着这些消息，心里越来越沉。昨晚的经历让我根本睡不好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。这时，阿杰又冒了出来。一群人自己吓自己，真有意思。停个电就能脑补末世。他还发了个无语的表情包。我皱了皱眉，下意识打字提醒了一句：不管真假，还是先按规则准备点物资吧。阿杰很快回我：我可不奉陪这种无聊游戏。说完，他直接在群里晒了一张照片，他正坐在一家早餐店里吃面。看见没？世界好着呢。群里一时没人说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。上午10点整，手机忽然再次震动，管理员发布新公告：未完成者将被清除。清除什么意思？这2个字让我背后一凉。我还没来得及细想，阿杰就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还清除？我倒要看看怎么清除我。紧接着他又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正站在马路边，对着镜头一脸不屑。我现在就在外面逛街，什么事都没有。画面一切正常。可能真的是谁的恶作剧吧？吓死我了，我都囤了一堆泡面。我却始终觉得哪里不对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傍晚6点，我刚把买来的水搬回家，手机突然疯狂震动，群里连着弹出10几条消息。你们看新闻。天啊！我心里一紧，立刻点开本地新闻，头条标题赫然写着：今日下午17点43分，一男子在街头离奇猝死，身份正在核实中。配图是一张模糊的现场照片，可这一眼，我的手就僵住了。那个人穿的衣服和阿杰早上视频里的一模一样。几乎同时，群里出现一条系统提示：违背规则者已清除。整个群瞬间陷入死一般的沉默。我盯着屏幕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早上还在群里说笑的人，现在就这么没了。几分钟后，小鱼颤抖着发了一条消息：我刚查到了，新闻里的死者名字就是阿杰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浑身发冷。晚上10点，我看着桌上堆满了水和食物，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末世可能真的已经开始了，而我们6个人已经被彻底困在了这个诡异的微信群里。桌上堆满了矿泉水、泡面和罐头，手机屏幕上那句冰冷的“违背规则者已清除”。阿杰的头像已经彻底灰了下去。我盯着群聊界面，整整1夜没合眼。天亮时，
窗外的城市安静的可怕，往常早高峰的喧闹声几乎消失，只剩下偶尔的警车鸣笛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早上7点30分，微信群再次震动，管理员发布新公告：第2条规则，今晚20点以后不要离开住所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不要回应门外的任何声音。短短3行字，却让我后背发凉。群里很快有人说话，所以昨晚阿杰的事是真的？我刚打听过了，新闻里那个人确实是他。我不敢出门了，我家楼道里刚刚有人一直在敲门。看到这条消息时，我心里猛地一紧。敲门？大白天的，怎么会这么巧？我下意识看向自家房门，门外安安静静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可越是安静，我越觉得不安。这时，群里那个一直很少说话的医生终于开口了：从现在开始，必须严格按照规则行动，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。他的语气冷静的不像普通人。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”他却只回了4个字：“活着要紧。”上午10点左右，我准备下楼再买点物资，却发现小区大门已经被封了，门口贴着通知，因不明原因全市临时管控，减少外出。街上行人稀少，许多店铺都关着门，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我越来越确信，这个世界真的出问题了。下午5点，群里再次骚动起来，老周发了条语音，声音明显在发抖：“我这边好像不太对劲，路上有些人走路的样子很奇怪，像喝醉了一样。我们宿舍楼也是，好多人突然不说话了。”小鱼更是发来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家门外的猫眼视角，一个邻居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脸几乎贴在门上，却一句话也不说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时间一点点逼近晚上8点，19点55分，我已经反锁好门窗，坐在沙发上死死盯着手机。群里异常安静，直到20点03分，我家的门被敲响了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的可怕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起，管理员发来一句新的提醒：记住规则，不要开门。门外的敲门声再次响起，一下又一下，我死死盯着房门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敲门声很有节奏，却没有任何人说话。正常人敲门总该喊一句有人吗？可门外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那机械般的敲击声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规则里写得很清楚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可问题是，门外的到底是什么？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小鱼在群里发消息：你们有人被敲门了吗？我宿舍门口也有人在敲。我这边更夸张，楼道里全是脚步声。看到这些话，我心里一阵发寒。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，医生又发了一句：无论听到什么，都别开门。今晚是规则的第1次筛选。筛选？我还没来得及细想，门外的声音忽然变了，从敲门变成了指甲划门的声音，刺耳又诡异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门外慢慢摸索。我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里突然弹出一条系统提示：成员老周发起语音通话。我下意识点了进去，刚接通就听见老周压低的声音：兄弟们，我好像犯错了。他的呼吸很急促。我刚刚以为是邻居敲门，就问了一句是谁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猛地一沉，群里瞬间炸。你说话了？立刻远离门口，不要再发出任何声音。可老周那边已经电话里传来一阵杂乱的声响，先是门被重重撞击的声音，然后是老周惊恐的惨叫。通话戛然而止，几秒后，群里弹出一行红色提示：成员老周已退出群聊。整个群再次陷入死寂，我的手在发抖。这一次我是亲耳听见的，规则真的会杀人。敲门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，窗外的天色彻底黑了下来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手机再次亮起，管理员发布新公告：第2条规则结束，存活人数5人。短短一句话，却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2天时间，已经死了2个人。我终于彻底明白，这个微信群不是游戏，而是一场真实的末世生存试炼。我还坐在客厅里发呆，手机屏幕上那句存活人数5人，像一把冰冷的刀悬在我头顶。老周没了，和阿杰一样，说消失就消失。屋子里安静的可怕，只剩下墙上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我从没想过，一个微信群居然真的能决定人的生死。就在我还没从恐惧里缓过来的时候，手机又震了一下，群里出现了一条新消息，而这一次不是管理员，是一个从没说过话的账号群主。黑色头像，名字只有2个字：恭喜各位通过第2轮。我盯着这条消息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原来管理员并不是群主，群里立刻炸。你是谁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医生却异常冷静。你终于出现了。群主没有理会我们的质问，只是继续发消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已经正式进入筛选阶段。
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知道真相。看到这句话，我忍不住打字：你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？这一次，群主居然直接回复了我。不是我让你们做什么，而是这个世界让你们做选择。这话说的模棱两可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晴天情绪明显崩溃了。我不想玩了，我要退出，我要报警。群主只回了一句话：你可以试试。下一秒，晴天的头像突然变成灰色，系统提示弹出：成员晴天尝试退群失败。紧接着，他发来一条语音，声音带着哭腔：我手机突然黑屏了，怎么按都没反应。我看着屏幕，心脏狂跳。这个群根本不给任何人逃走的机会。这时，群主再次发话：从现在起，每天都会发布新的规则，你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活下去。说完这句话后，群主的头像重新沉寂，再也没有动静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群里只剩下我们4个人，我、小鱼、晴天、医生，气氛压抑的让人窒息。小鱼小声发了一句：我们还能活多久？没人能回答。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边往外看。夜色里，整座城市一片漆黑，没有灯光，没有车流，也没有往日的喧嚣，就像一座正在死去的空城。手机再次震动，管理员发布新公告：第3条规则将在明早8点发布，请做好准备。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那一夜，我几乎没合眼，窗外黑得异常彻底，连远处高架桥的路灯都没再亮起。我躺在沙发上，手机就放在胸口，像是在冷却吧。7点59分，我的心跳开始加快。8点整，手机准时震动。管理员发布公告：第3条规则，今日14点前，请确保你所在的住所内至少有2名清醒者，独自一人者将被视为异常目标。我盯着这条规则，脑子瞬间一片空白。什么意思？至少2名清醒者？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群里也炸了。什么叫清醒者？我家只有我和孩子啊！我室友昨晚好像就有点不对劲。清醒者指没有被感染的人。感染？看到这2个字，我背后一阵发凉。难道昨晚那些敲门的人并不是人？我冲到窗边往下看，小区里多了很多人，他们动作僵硬，走路姿势怪异，有的甚至直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更诡异的是，他们不再交谈，整个小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。这时，小鱼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她丈夫正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墙壁，无论她怎么叫，老公他都没有反应。老公，晴天那边更糟，她发来一条颤抖的语音：我室友昨晚还好好的，今天早上突然站在阳台，一直对着楼下笑。我只觉得喉咙发紧。规则说得很清楚，14点前必须有2名清醒者，否则就会被视为异常目标。我一个人根本不达标。时间一点点逼近中午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如果规则强调2名，那就说明清醒者之间或许可以互相验证。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：我们需要线下确认彼此状态，距离最近的人尝试集合。我心里猛地一跳，线下见面？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规则逼得我们没有选择。我立刻在群里发定位，没想到晴天的定位竟然离我不到2公里，他在附近大学宿舍。我能出来，但楼下那些人很奇怪。医生立刻发话：14点前必须完成，记住不要被他们触碰。这句话让我彻底明白，那些站着不动的人很可能已经不是人了。12点30分，我背上背包，打开家门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电梯停在1楼，门半开着。我犹豫了1秒，最终选择走楼梯。楼道里异常安静，直到我走到2楼拐角时，一个人影慢慢从阴影里转了出来，是邻居王叔，可他的眼睛完全没有焦点。他缓缓朝我走来，嘴角挂着诡异的笑。手机就在这时震动，晴天发来消息：我下楼了，但好像有人在跟着我。时间显示13点02分，距离规则截止还剩不到1小时。不妥，被异常的人堵在楼道。上一秒我还被堵在2楼拐角，邻居王叔站在楼梯口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挂着僵硬的笑。他慢慢朝我走来，那种步伐不像正常人，更像被什么东西操控着。我本能的后退一步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跟下来了，我不敢回头。时间显示13点07分，距离规则截止还剩53分钟。我咬了咬牙，低声对王叔喊了一句：王叔。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向前。就在他距离我不到2步时，他突然猛地加速，他已经不是清醒者。转身就往楼下冲，楼梯间里传来急速的脚步声，紧跟在我身后，我几乎是滚着冲到1楼。冲进小区空地，外面的景象让我呼吸一滞。小区里站着10几个人，他们全都一动不动，现是在等什么？天空开始变红，不是夕阳那种红，而是浑浊的血色。手机再次震动，管理员发布紧急公告：临时追加规则，红色降雨即将开始，
淋雨者将视为感染者，感染者非清醒者。我刚看完这句话，第一滴雨落在了地上，是暗红色的，像稀释的血。头皮发麻，立刻冲向小区门口的保安亭避雨。身后那些站着的人开始慢慢转动头部，齐刷刷看向天空。雨下大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味。几个站在空地中央的人没有躲，雨水落在他们脸上、衣服上，他们开始颤抖，接着身体猛地抽搐起来。其中一个女人突然发出撕裂般的尖叫，下一秒，她的脖子以不自然的角度歪了过去，然后她抬起头，眼睛彻底变成灰白色。我胃里一阵翻涌，手机再次震动。下雨了，我在校门口，怎么办？我飞快打字，找有顶的地方，千万别淋到。他的定位还在移动，13点21分，时间还在走，我必须和他会合，成为2名清醒者。可现在整条街都开始被红雨覆盖，我冲出保安亭，趁着雨势稍小的一瞬间，快速钻进路边的公交站台。雨点砸在地上，溅起暗红色的水花。远处，一个男人刚刚跑进雨里，不到10秒，他就跪倒在地，身体开始剧烈扭曲。亲眼看着他的意外消失，变成和王叔一样的灰色。群里只剩下我们4个人。医生发来一句话：红雨是筛选机制，被淋到的人会成为异常体。记住，异常体会主动寻找清醒者。我猛地抬头，街对面3个刚刚淋雨的人已经朝我这边看了过来，他们开始同时移动，动作僵硬，却目标明确。异常体会主动寻找清醒者。医生的话在我脑子里回响。手机里晴天发来最后一条消息：我躲进便利店了，可里面好像也有人淋到雨。时间13点34分，距离规则截止只剩26分钟，而我和他还隔着整整一条被红雨淹没的街。晴天还被困在便利店，我不能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迅速观察周围环境。公交站台后面连着一条小巷，巷子上方有简易棚墙，能挡住大部分雨水。如果从那里绕过去，或许可以避开重庆。低头冲进小巷，雨水顺着棚架边缘往下滴，空气里全是铁锈味。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发现我了。我不敢回头，只能拼命往前跑。手机震动，有2个在便利店门口，我被堵住了。我咬牙回他：锁门，别让他们进来，我马上到。拐出巷子时，我看见了那家便利店，卷帘门只拉下一半，门口站着2个异常体，他们低着头，身体微微晃动，像在等命令。而便利店里面灯还亮着，我必须制造动静。我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，用尽力气朝远处丢去，玻璃碎裂声在街道另一头响起。门口那2个异常体同时抬头，然后转身朝声音来源走去。机会来了，我冲过去，钻进卷帘门下面。晴天正躲在收银台后面，脸色惨白。你真的来了？他声音发抖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比我想象中更瘦小。别出声，我压低声音。便利店里确实还有1个人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饮料柜前，一动不动。他衣服湿了一半，淋过雨。他缓缓转过头，眼睛灰白。我拉着晴天慢慢后退，异常体的反应比普通人慢，但数量是最大威胁。时间13点46分，只剩14分钟。规则要求14点前住所内至少2名清醒者。这里不是住所，我们必须回到某个居住地。晴天颤声说：我宿舍最近。走。我们贴着墙边移动。那异常体突然抽搐一下，然后朝我们冲了。跑！我拉着晴天冲出便利店。我驾驶街上的红雨已经变小，但地面是暗红水渍，我不敢踩水坑，只能跳着前进。远处有几个异常体听到动静，也开始移动。时间13点55分，只剩5分钟。宿舍楼就在前面，门禁还在运作。我们冲进去，反手锁上玻璃门。几个异常体在门外撞击。整栋楼回荡着回声。我们一路冲到3楼他的宿舍，他推开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室友早上就不见了。时间13点59分。我们同时看向手机，14点整，手机震动。管理员，第3条规则结束，存活人数4人，清醒者验证成功。我靠着墙滑坐到地上，我们活下来了。但手机紧接着弹出一条新消息：管理员，第4条规则将于今晚发布。提示：清醒者之间并不一定安全。我和晴天对视了一眼，门外那些异常体没有离开。晴天小声问我：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清醒者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手机忽然再次震动，群里有人说话了，是医生。你们2个已经线下确认。我回复：在一起了，规则刚验证通过。医生沉默了几秒，发来一句话：那你们现在开始要小心彼此。我心脏猛地一缩。晴天看见这句话，脸色一下变了。他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会变成异常体？我盯着他，他呼吸急促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神是清醒的。规则说的是清醒者，不是伪感染者，这2个概念可能不同。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第3条规则里并没有提到感染这个词，只说至少2名清醒者。那如果一个人感染了，但还保留意识呢？会不会？我猛地看向晴天，他正低头看手机。就在这时，群里突然出现一条奇怪的消息，发送人小鱼。你们有没有发现管理员发的公告里有隐藏内容？我愣住了，隐藏内容？他发了一张截图，是第3条规则的截图。我放大看，表面看没问题，
可当我把亮度调到最高时，在文字最下面有一行极淡的灰字：异常体，并非终点。背后一阵发亮，之前谁都没注意到。小鱼继续发消息：我刚才反复看了第2条规则，也有类似的隐藏字。医生立刻回应：发出来。第2条规则截图放大后，底部同样有一行灰字：回应声音者，并非唯一违规。我脑子开始发乱，什么意思？老周只是回应门外声音就被清除了，可隐藏字却说不是唯一违规，也就是说规则并不完整，甚至可能是故意误导。晴天小声说：那是不是说明群主在测试我们？我忽然想起群主说过的话，筛选阶段，筛选什么？活下来的方式，还是判断能力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弹出一条私聊消息，来自医生。林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会被选中？我盯着那句话，心里猛地一沉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群里从来没人报过真实姓名。我立刻回他：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几秒后，他回复：因为这不是随机拉人。我手心开始冒汗，什么意思？他发来最后一句：你曾经接触过异常源。还没等我继续追问，群里突然弹出系统提示：成员小鱼已离线。紧接着，他发来一条语音，已经嘈杂，他在哭。我家门开了，我明明锁了门，他进来了。语音戛然而止，几秒后，系统提示再次出现：成员小鱼已退出群聊，存活人数3人。盯着屏幕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下沉。异常源，隐藏规则，清醒者之间并不安全。而现在，群里只剩下我、晴天、医生。下一条规则还没发布，但我已经隐约意识到，真正危险的或许不是外面的异常体，而是我们之间。窗外的红雨早已停，可宿舍楼下那些异常体仍旧徘徊着。晴天坐在床边，脸色苍白。只剩我们3个了。他声音很轻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脑子里还卡着医生那句话：你曾经接触过异常源。我到底接触过什么？还没等我理清思绪，群里突然出现一条新消息，发送着：晴天。林墨，你刚才是不是在看我？我愣住了，我明明就在他对面坐着，可他的嘴根本没动。我猛地低头看群聊，那条消息确实是晴天发的，时间显示刚刚。我缓缓抬头看向他：你刚才发消息了吗？他愣住。没有啊。空气瞬间凝固，手机再次震动，晴天又发了一条：你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？我后背一阵发凉，眼前的晴天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是我发的。他慌乱地把手机举给我，他的聊天界面里根本没有刚才那2条消息。我心脏开始狂跳，群里出现了2个晴天。医生终于开口：第4条规则已经开始了。几乎同时，管理员发布公告：第4条规则，当群内出现重复者时，请在10分钟内找出异常账号，投票错误者清除。我喉咙发紧，重复者、异常账号，现在群里只有3个人，却出现2个晴天，那说明有一个是假的。可问题是，假的是线上账号，还是……我缓缓抬头，看向坐在我面前的他，他也正死死盯着我。你不会怀疑我吧？他声音发抖。我低头看手机，群里那个晴天再次发言：别被他骗了，他才是异常体。医生冷静地发了一句：观察细节，不要凭直觉投票。倒计时开始，9分58秒。我脑子飞速运转，如果线上账号能伪装成员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异常体已经能侵入群系统？可医生却一点都不慌，太冷静了，冷静的不像正常人。医生，你怎么看？我问。几秒后，他回复：异常账号的发言时间间隔过于规律，像程序。我立刻翻看记录，确实，假晴天的发言每次都间隔整整20秒，而现实中的晴天刚才明显是慌乱的。时间7分12秒，只剩7分钟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一个更恐怖的细节：刚才那条，你是不是在看我？发送时间比我抬头看他的时间还早了3秒，也就是说，他提前预判了我的动作。我手心瞬间冒汗，这不是简单的伪装，这是在读取我们。晴天突然抓住我胳膊：快投票，不然我们都会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投票界面已经弹出，选项只有2个：1晴天，2林墨。医生没有被列入选项。我猛地意识到，系统默认我们2个之间必有一个异常。时间02分14，汗顺着我后背往下流。如果我投错，被清除的可能就是我。如果晴天真的是异常体，我抬头看他，眼里全是恐惧，不像演的。可异常体也会模仿情绪。倒计时跳到30秒，手机屏幕开始闪烁红光。群里那个假晴天再次发言：他已经开始变异了。闭上眼，按下了投票键，屏幕瞬间锁死，倒计时归零。整个宿舍安静，只剩下我和晴天急促的呼吸声。下面手机震动，投票结果统计中。我睁开眼，晴天死死盯着我。你投了谁？我没有回答。群里医生发了一句：别说出选择。3秒后，投票结果：晴天2票，林墨0票。我心脏骤停，我确实投了假晴天，那另一票是谁投的？医生
还是真正的晴天。我猛地看向他，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发抖。我投了我自己。什么？我几乎失声，他声音哽咽。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异常体，如果是，我不想害你。我喉咙发紧，系统提示再次弹出，异常账号晴天已清除。紧接着，群里那个假账号头像瞬间变灰，消息记录消失，只剩下我们3人。我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现实里晴天突然身体一僵，我看见他瞳孔猛地收缩，手机从他手里滑落。李默，我好冷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不是清除线上账号吗？可他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皮肤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我猛地后退一步，医生在群里发来一句：系统清除的从来不是账号。我脑子轰地炸开，原来投票选中的从来都是人，而不是虚拟身份。晴天倒在地上，他死死抓住我的手。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？他眼泪顺着脸滑下来。我突然想起隐藏字，异常体并非终点。他身体开始发热，体温高得吓人，可他眼神还清醒。别丢下我！我咬牙把他扶到床上。群里医生继续说，他没有被清除，只是触发了转化。什么意思？我打字时手在抖。医生回复，异常体分2种，失控者被彻底吞噬，融合者保留意识。我猛地抬头看向床上的晴天，他呼吸逐渐平稳下来，皮肤上的异样慢慢褪去。几分钟后，他睁开眼，那双眼睛依然是，可瞳孔深处多了一层淡淡的红色。他坐起身，第一句话是：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。我心里一沉，谁的声音？他缓缓看向窗外，楼下那些异常体同时停下动作，齐刷刷抬头望向我们这层楼。晴天轻声说：他们是在等我。我后背发凉。群里医生发来一句：恭喜你们完成了第1阶段。第1阶段。我猛地打字，到底是谁？几秒后，医生头像闪了一下，他发来一句：我不是玩家。下一秒，群里出现系统公告：筛选存活者2人，测试升级。医生的头像变成了管理员标识。我手指冰凉，原来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在互相怀疑，而是在被观察。晴天缓缓转头看向我，他声音变得很轻。林默，他们让我带你过去。去哪里？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里有熟悉，也有陌生。去真正的世界。晴天说完这句话时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被人攥住。窗外那些异常体还在仰头看着我们，可他们不再躁动，像是在等待指令。我压低声音问他：什么是真正的世界？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闭上眼。几秒后，他轻声说：楼下不是他们的全部，这栋楼也不是。我后背一阵发凉，什么意思？他睁开眼，那层淡淡的红色在瞳孔深处浮动。我们看到的只是外壳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再次震动，群聊界面已经变成新的名称：末世微信群第2阶段，成员只有2人，我晴天，管理员系统，没有医生，没有小鱼，仿佛他们从未存在。新的规则缓缓出现。第5条规则：当你意识到世界存在裂缝时，请不要试图修补它。裂缝。我猛地抬头，宿舍天花板中央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道细小的黑线，像是空间被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我眨了下眼，那道裂缝还在，而且在缓缓扩大。你也看见了？晴天问。我点头。他轻声说：那不是物理裂缝，是层级缝隙。我完全听不懂，说人话。他沉默几秒，像是在组织语言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被隔离的，红雨不是灾难，是筛选程序。我的呼吸开始急促。筛选什么？筛选能听见的人。他说完这句话时，我突然听见一个声音，不是来自手机，不是来自窗外，而是来自脑海深处，像是无数人在低语：加入我们，看见真相，离开球层。我猛地捂住头。你也听见了？我问。晴天点头。融合者才能稳定听见，你只是开始。我心脏一沉，所以我也会变成那样。他没有否认，只是看着我。林默，你还记得医生说的话吗？你曾经接触过异常人。我忽然想起3个月前的一件事。那天深夜，我在实验楼值班，楼顶天台上下过一场奇怪的雨。第2天新闻说是化工泄漏，可那晚我确实在雨里站过10分钟，喉咙瞬间发干。那就是异常源。晴天缓缓点头。你比我早。那为什么我没变？因为你被标记了。我愣住。标记？他走到我面前，抬起手，指尖轻轻点在我额头。那一瞬间，我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：城市俯视图，密密麻麻的红点，每一个红点都是一个人，而其中极少数是蓝色。我看见2个蓝点在缓缓靠近，其中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晴天。画面骤然消失，我大口喘气。蓝点是什么？清醒者。红点呢？容器。我后背彻底发凉。那异常体只是过渡形态。就在这时，天花板的裂缝突然咔嚓一声扩大，一缕黑色光线垂落下来，不是光，更像是深渊。群里弹出提示：裂缝已开启，是否进入下一层？选项是否。我盯着屏幕，如果选否呢？会发生什么？
就在我犹豫的瞬间，楼下那些异常体开始同时发出低鸣，那声音和我脑海里的低语同步。时间到了，晴天握住我的手，李默，你现在有选择，选什么？他看着我，留在考层等下一轮红雨，或者他抬头看向那道裂缝，走出去。我心跳的厉害，外面是未知，可留在这里，我们终究会被同化。我低头看手机，倒计时开始，0059。0058，晴天的手很，但没有颤抖。他在等我决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手指缓缓移动，倒计时跳到003、0002、001。我没有再犹豫，手指落下，是手机屏幕瞬间黑屏。下一秒，整栋宿舍楼剧烈震动，天花板那道裂缝猛地扩大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撕开，没有坠落感，没有失重，只有一种被剥离的感觉，仿佛我整个人从皮肤到意识都被撕开一层外壳。世界忽然安静，没有风声，没有地狱，甚至没有心跳声。等我再睁开眼时，我还站在宿舍里，但一切都变了。墙壁褪色成灰白，窗外没有红雨，也没有异常体，整座校园像一座废弃多年的空城。晴天站在我身边，他看起来平静。成功了，他说。我低头看手机，微信群还在，但名字变成翘层，灯编号 C17，成员2人，系统提示缓缓出现，欢迎进入观察层。我喉咙发紧。观察层，晴天轻声警示。我们刚才所在的是实验壳层，这里是上一层。上一层，那在上面。他抬头望向天空，天空不是蓝色，而是半透明，像一层巨大的玻璃。透过那层天空，我隐约看见密密麻麻的城市，像蜂巢一样堆叠，每一层都在发生灾难，火焰、洪水、红雨、暴雪，每一层都是筛选场。我声音发干，他点头。每一场灾难都是一次测试，测试谁能意识到规则，谁能找到裂缝。我脑子嗡嗡作响。那我们算什么？通关玩家？晴天看向我，算保留样本。这句话让我后背一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再次震动，新的规则出现。第6条规则：观察层不允许停留超过24小时，请在时间结束前找到主控端口。倒计时23点59分48秒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如果找不到，系统立刻弹出补充说明，滞留者将被重置至下一壳层。重置是什么意思？晴天看着远处空荡的操场，示意重新开始。我握紧手机，那等于我们所有的挣扎都白费。远处突然传来一声轻响，像电流短路。我抬头，操场中央空气开始扭曲，几秒后，一个人走了出来。不对，那不是异常体，也不是轻行者，那东西穿着白色制服，胸前有编号，面容模糊，像被打了马赛克。他抬起头，声音直接在我脑海响起：样本 C1702，样本 C1707，确认存活。我呼吸一滞，他在报编号。你是谁？我大声问。他没有张嘴，声音却清晰传来。观察员。晴天脸色微变。他们这么快就发现我们了？观察员继续说。你们不应主动进入观察层，这是违规路径。我冷笑一声，不是你们给的裂缝。短暂沉默，然后一句冰冷的回答：裂缝用于测试判断力，不是用于逃离。我突然明白，他们原本只想筛选出能看见规则的人，却没打算让我们真正离开。我们越界了。观察员抬起手，天空那层玻璃开始泛起包纹。你们将被送往下一实验课层。晴天猛地抓住我。林默主控端口就在这里，他们怕我们找到。我心跳狂飙，在哪？他指向操场下方。地下。倒计时23、41、12。观察员向我们走来，每一步地面都出现裂痕。最后警告停止移动。我看向晴天，他瞳孔里的红色加深。跑！我们同时冲向操场，身后天空开始崩裂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真正的敌人不是异常体，也不是规则，而是制定规则的人。跑！晴天拽着我冲向操场中央，身后传来地面碎裂的声音。我不敢回头，但能感觉到那个观察员正在逼近。脚下的操场不像之前那样真实，踩上去时有种空心的回响，像踩在一层薄薄的壳上。入口在哪？我喘着气问晴天，没有听。操场正中间，下面是空的。倒计时还在跳动。23、32、07。我低头看手机，群里忽然出现一条新消息：发送者系统第7条规则，当观察员出现时，不要与其对视超过3秒。我心里一凉，刚才我是不是已经看过了？别抬头！晴天突然喊。几乎同时，
一道无形的压迫感从背后袭来，我感觉脊背发麻，像是有目光盯在我身上，他在锁定我们。晴天咬牙，操场中央的地面开始流血，一道圆形轮廓像井盖，但没有缝隙。怎么打开？晴天猛地闭上眼，他额头浮现出细微的红纹。我能干扰壳层结构，但只能几秒。够了，我站到那圆形轮廓上。现在他睁开眼，瞳孔彻底变红。下一瞬间，整个操场画面扭曲，地面像被水波覆盖，那圆形区域瞬间塌陷，一个向下延伸的金属通道显露出来。快，我们跳了下去。就在我落地的瞬间，一只冰冷的手擦过我后颈，我差点失声尖叫。但我们已经滚进了通道深处，上方的入口轰的闭合，黑暗瞬间吞噬一切。几秒后，应急灯亮起，微弱的白光照出一条笔直的金属走廊，墙壁上刻满编号 C01、C02、C03， 一直延伸到 C17。我喉咙发紧，每一个编号都是一个壳层。晴天点头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。走廊尽头有一扇门，门上写着3个字：主控端口。倒计时23点08分44秒。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门后不是机房，不是电脑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透明立方体空间，中央悬浮着无数光点，每一个光点里都能看到一座城市，红雨、火焰、洪水，无数人在燃烧。我双腿发软，这是服务器。晴天声音发轻，这是筛选矩阵。我走近一步，其中一个光点忽然放大，我看见自己还在宿舍里，还在看手机。那是我们刚进入裂缝前的画面，时间在循环，壳层在重启，我们只是无数轮实验中的一组。他们在测试什么？我低声问。晴天沉默几秒，测试谁会主动反抗。我猛地回头，什么意思？他看着那些光点。异常体只是筛选服从者，裂缝筛选觉醒者，但真正的目标，他指向立方体顶部，那里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，是找出会攻击系统的人。我心脏骤缩。所以我们现在话还没说完，整个空间突然响起冰冷的提示音：违规样本进入主控端口，立方体开始旋转，光点纷纷变红，墙壁缓缓升起透明屏障。观察员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样本 C172，样本 C1707，确认具备破坏倾向。我握紧拳头，他们早就预料到我们会来。晴天点头，这也是测试的一部分。倒计时忽然加速：23、05、12、22、59、47、2241、03。时间被压缩了，我们必须做决定。他看向我，什么决定？他走到立方体前，手贴上透明表面，摧毁它，或者他看向我，接管它。空气凝固，接管。我喉咙发干，成为新的控制者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，这不是逃生游戏，这是筛选上位者的试炼。而现在，机会就在我们面前，只是代价是什么？立方体内无数城市正在崩塌。如果我按下某个按钮，会发生什么？重启、毁灭，还是真正的终结？晴天轻声问我。林默，你想结束这一切吗？我看着那些光点，看着无数挣扎的人影，手缓缓抬起，我的手悬在半空。立方体内部，无数城市正在闪烁，每一个光点里都在上演不同的末日。红雨倾盆，洪水倒灌，冰层吞没街道，人类在奔逃，在哭嚎，在自相残杀。这一切都只是筛选。我喉咙发紧，如果摧毁它，会怎样？晴天盯着我，声音很低。壳层会全部崩塌，所有实验场同时失控。人会死吗？他沉默，那沉默就是答案。我又问，如果接管呢？他的瞳孔深处红光微微流动。你会成为新的主控，拥有重启、修改规则、终止实验的权限。代价？他缓缓吐出2个字：脱离。脱离什么？人类身份。空气瞬间变冷。我看向立方体上方那条细线，它像一根神经，连接着更高层的空间。接管之后，我还能回到现实吗？晴天摇头。你会存在于系统之中，成为规则本身。我忽然明白，这根本不是选择题，而是一场筛选。筛选谁愿意为全体付出自我。就在这时，观察员的身影出现在立方体外。这一次，他不再模糊，那张马赛克的脸正在逐渐清晰。我看见的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无数张人脸叠加在一起，男女老少，悲伤、冷漠、狂热、绝望。他开口了：样本已触达核心节点，最终测试启动。立方体中央浮现2个按钮，红色终止，蓝色接管。倒计时开始，10点、0点。为什么要选人类来做这种事？我盯着观察员问，他回答得很平静：
只有人类才会为了抽象概念而自我牺牲，这是进化异常。异常。他微微侧头。系统最初由人类建立，目的是寻找稳定文明模型，但运行数千轮后，他停顿了一下。人类总会毁灭自己。我心里猛地一震。所以你们用灾难筛选，纠错优化，去除不稳定因素。那我们呢？观察员看向我。你是第一个主动进入主坑端口的样本。我忽然意识到什么，之前的融合者呢？他们称为观察员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你也是？他没有否认。我们曾是你这样的个体。晴天轻声说。李默，时间不多了。倒计时06:42。我看向蓝色按钮，如果我按下它，我会成为系统的一部分，可以结束无数壳层的痛苦，也可能继续实验。我忽然问观察员，系统的最高层是什么？他回答：未知。什么意思？没有样本成功突破最高层。那如果我接管之后选择关闭所有壳层呢？观察员沉默2秒。系统将自毁，包括你。我笑了一下。那不正好？晴天猛地抓住我手腕。你想好了？你会怎样？如果你接管，我会被保留，成为辅助模块。如果我终止，我们一起消失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里没有恐惧，只有等待。倒计时2分13秒。观察员再次开口。提醒：选择终止，将抹除当前所有壳层生命，包括未进入灾变的文明。我心里一震。还有没被筛选的世界。这句话像一把刀。原来不是所有城市都在末世，有的壳层还在正常运行。如果我按红色，一切归零；如果我按蓝色，我失去自我。时间跳到30秒，我忽然想起第一条规则：不要相信第一个退出群聊的人。老周、小鱼、医生，他们或许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上一轮的残留。我看向晴天。如果我接管，你能帮我找到最高层吗？能。倒计时8秒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手落下，蓝光骤然爆发，立方体剧烈震动。观察员的身影开始崩解，他最后一句话在空间中回荡：样本完成跃迁，新主控生成。世界在我眼前碎裂，数据洪流涌入意识，无数壳层结构图铺展开来，规则代码、灾变算法、筛选阈值。我看见整个系统的核心，而在最顶层有一道锁，锁上写着2个字：原层。意识即将完全脱离前，我听见晴天的声音：欢迎成为规则。下一秒，我不再有身体，我成为了运行逻辑。当蓝光吞没一切的瞬间，我消失了，至少身体消失了，但意识没有。意识被拆解成无数条数据流。我不再用眼睛看世界，而是用结构感知。壳层 C17的运行曲线悬浮在我思维中央，灾变阈值72%，清醒者比例0.004%，融合者数量1。晴天的信号在系统中呈现为一条稳定的红色波段，它不再是人，它成为辅助模块。主控已完成接管。他的声音不再从耳边传来，而是直接在逻辑层面浮现。我尝试低头，立刻看到数以亿计的壳层在运行 C01到 C4096，有的在洪水中崩溃，有的刚刚开始红雨，有的文明还处于和平阶段。第一次真正明白，这不是一场末世，而是一个文明模拟矩阵。原始目标是什么？我向系统底层检索，答案弧线，寻找稳定自循环文明模型。为什么需要？短暂延迟后，一个旧权限标识亮起，那不是我的，是更高层的。回答只有一句：原层已失稳。原层那把锁，我尝试访问，权限被拒绝。提示：需完成当前层级优化。优化意思是我必须继续运行实验。如果我终止所有壳层，晴天的信号轻轻波动。可以，但原层将直接暴露，我们无法确认其稳定性。我沉默，或者说我的算法出现了延迟。我可以现在就关闭一切，让所有壳层归零，让无数文明消失，包括那些还未经历灾变的世界。我第一次理解观察员说的话，这是筛选愿意牺牲抽象概念的异常。我尝试读取上一任主控的残留日志，日志片段复习。第287轮优化失败，人类群体总在稳定后产生自毁倾向，必须提高灾变强度。我意识到一件事，不是系统冷酷，是原层正在崩塌。壳层的存在是在为原层寻找解放。原层到底是什么？我问。晴天的回应变得迟疑。推测真实世界。我逻辑波动了一瞬，我们所在的一切都是模拟。高概率是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壳层不是牢笼，是缓冲区。原层出了问题，他们建立无数文明模拟，试图找到一种不会自我毁灭的机构。如果壳层找到答案呢？原层将获得修复方案。如果找不到，晴天停顿了一下。原层崩溃，全部消失。全部，包括我。
包括系统，包括未经历末世的世纪。我开始查看壳层运行数据，一个异常指标引起我的注意 ：C17的主动越界值远高于平均。那是我主动进入主控端口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系统一直在测试的是顺从与反抗的比例，但它忽略了一个变量。合作，我开始检索所有壳层中清醒者成功合作的案例，数据极少，但不是零。刑天，如果我修改规则，让清醒者更容易相遇，会怎样？系统瞬间弹出警告，修改将影响实验纯度。我第一次笑，纯度还是效率？我调用主控权限，生成第一条修改值，新增规则：当清醒者比例低于阈值时，系统将主动引导其相遇。命令确认，壳层矩阵轻微震动，数百个世界的群聊系统同时更新。是的，微信群。那不是随机设计，那是最稳定的人类信息网络模型。你在改变筛选逻辑。对，这可能导致原层结果偏离原设。原设已经失败了几千轮。我将目光投向原层锁，那道锁微微闪烁，仿佛察觉到了什么。系统底层忽然传来提示，检测到异常修改，原层开始响应。我感知到更高维度的波动，不像壳层那样冰冷，而是混乱、痛苦，像一个正在崩塌的巨大意识。原层不是世界，我忽然说，那是什么？我读取到一个残片，一个画面，人类站在真实天空下，没有矩阵，没有编号，但天空正在裂开，那不是模拟，那是真实灾难。原层是最后的现实，壳层不是为了筛选人类，而是为了寻找如何拯救那个即将毁灭的真实世界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们不是囚徒，我们是备份。原层再次发出波动，这一次锁上浮现一行字：是否进入原层？权限请求，代价未知，风险未知。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接近恐惧的波动。晴天轻声问：要打开吗？如果打开，我可能会看到真正的世界，也可能被原层吞噬。但如果不打开，壳层永远只是模拟。我沉默片刻，然后下达指令：接入原层。指令确认的瞬间，壳层矩阵全部静止，时间冻结，数千个世界停在同一帧画面。洪水悬在半空，火焰定格成雕塑，人类的表情凝固在恐惧与挣扎之间。然后我被拉伸，不是向上，而是向外，维度像纸一样被翻开，壳层一层层缩小。C4096、C1024、C17，最后变成无数微小光点，而我穿透它们，抵达最上方。那不是天空，不是宇宙，而是一片破碎的现实。这就是原层，没有编号，没有规则条款，没有系统提示音，只有真实。天空正在坍塌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在塌。大气层像碎裂的玻璃，大片剥落，地面裂开深渊，城市倾斜，远方的海洋倒流向空中。第一次感知到物理重力紊乱，四肢混乱，时间轴出现抖动。这不是人为灾难，我判断。晴天的信号变得极其微弱，原层正在经历宇宙级结构失稳。我开始扫描，答案浮现：真空常数异常波动，基本物理常量偏移，空间曲率剧烈震荡。简单说，宇宙规则正在失效。壳层存在的意义终于清晰，它们不是筛选文明，它们是在模拟不同文明在物理崩坏下的应对模型，寻找一种能够在宇宙常数紊乱中依然存续的结构。原来如此，我低声。人类在桥层里的自毁并不是关键问题，真正的威胁是宇宙本身。原层的地面上有人类，真正的人类，他们没有异常体，没有红雨，他们只是茫然地看着天空崩裂。没有人告诉他们规则，没有微信群，没有提示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第一次产生一种强烈的波动，那接近于愤怒。壳层里的人类至少知道在测试，原层的人类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调出原层历史记录，真相浮现。300年前，原层科学家发现宇宙常数异常，无法逆转，于是建立壳层矩阵，用模拟文明高速演化，寻找可行方案。他们把全部资源投入系统，然后原层开始失稳加速，主控仪任人更替，无数壳层被销毁，但始终没有找到稳定模型。直到我所完全解开，原层权限部分转移，提示浮现，主控可将壳层模型部署至原层，意思是把某个模拟世界的规则覆盖现实，用模拟逻辑重写真实宇宙。我沉默，这是终极权限。晴天轻声问：你打算选哪一个？我回顾壳层数据，大多数文明在物理崩坏前就已内耗毁灭，极少数通过集权控制维持秩序，还有更少数通过信息共享与合作延缓崩溃。其中一个模型异常突出 ，C17 衍生支线，那条被我修改过规则的分支。清醒者被引导相遇，合作率提升，文明适应性曲线稳定，不是完美，但最优。我忽然明白一件事：系统最初的设计过度强调筛选，忽略了连接，宇宙失稳，无法逆转。但文明可以通过协同降低探索速度。我要导入C17协同模型，我下达指令：系统警告，覆盖真实物理结构，成功率未知，执行。数据洪流倾泻而下，壳层C17模型被展开，不是城市，不是建筑，而是一套规则。信息共享优先，清醒者自动连接，异常不再被清除，而是转化。我将这套规则嵌入原层，瞬间现实震荡，天空裂痕停止扩大，海洋不再倒流，物理常数波动幅度下降，不是完全稳定，但减缓了。原层人类开始发现异常减弱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灾难的速度慢了。
晴天的信号变得明亮，成功率正在上升。我感知到壳层矩阵开始自行收缩，许多实验世界停止运行，不再需要数千次筛选，只需要一个方向。原层的天空仍有裂痕，但不再继续崩塌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可以继续优化，可以永远作为主控存在，维持系统，也可以将权限彻底开放，让原层人类自己接管。林默，晴天的声音恢复了些许温度。你还想当规则吗？这是最后一个问题：成为永恒的系统，还是放手？如果我放手，人类可能再次走向毁灭；如果我不放手，人类将永远被系统保护。自由与稳定，永远的选择题。系统空间里没有风，也没有声音，只有原层世界的画面在我意识里缓缓流动。天空仍有裂痕，但它不再扩大。C17协同模型正在运行，原层的人类开始重新组织，城市广播恢复，科学家重新建立观测站，人们在废墟里寻找彼此。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们正在努力活下去。我输入最后一条命令：主控权限公开，壳层矩阵关闭，原层规则保留协同模型。系统开始执行，壳层一个个熄灭。C4096、C3100、C120、C17，那些曾经的世界像灯一样关闭，不是毁灭，而是停止模拟。他们完成了使命，最终只剩下原层真实的世界。系统声音最后一次响起：主控权限释放完成，管理员权限转移，新管理员晴天。我忽然感觉自己在下坠，意识被从系统核心剥离，规则远去，数据消散，维度重新折叠，然后黑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见声音：喂，能听见吗？我慢慢睁开眼，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，头顶是破损的天花板，空气里有灰尘，还有真实的风。我猛地坐起来，这里是一间废弃医院，旁边有人。一个男人递给我一瓶水。你昏迷3天了。我接过水，手在发抖。发生了什么？男人摇头。没人知道。他指向窗外。不过好像灾难停了。我慢慢走到窗边，城市满目疮痍，但天空裂痕正在缓慢愈合。街道上有人在清理废墟，有人在搭建临时营地，有人在笑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机，屏幕突然亮了一下，熟悉的绿色界面，微信群，群名末世生存群，群成员2人，我和管理员。一条新消息弹出：管理员，欢迎回来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微微发抖。我打字：你还在？很快，对方回复：当然，总得有人维护规则。我看着那句话，忍不住笑。那现在的规则是什么？几秒后，他发来一条新的群公告：新的规则：1. 尽量相信彼此；2. 信息必须共享；3. 不要一个人面对灾难；4. 如果你发现清醒者，请把他拉进群。最后一条，人类必须一起活下去。我抬头看向城市，远处有人在大喊：这里还有幸存者，快来帮忙！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世界可能还是会崩坏，人类可能还是会犯错，但这一次，他们至少学会了一件事：连接。手机再次震动，管理员发来最后一句话：林默，这次不是筛选，是开始。我收起手机，走向街道，阳光落在废墟上，新的世界正在慢慢醒来。